我是妖怪堆里的人类小孩。当丹顶鹤老师讲人类的19种吃法时，我站了出来。老师，我想吃。他瞪我一眼，死馋丫头，不是叫你今天别来吗？这可不许你听。他把我推出去，无情地关上门。我嘴巴一撇，哇哇地哭着走了。把虎爹找来为我主持公道。虎爹带着大金链子一脚蹬开山洞门，别腰有的，我家丫头必须有。我叉着腰，就是。凭什么不让我学吃人？虎爹点点头，对，凭什么不让？学什么？我看着虎爹，一字一顿，学吃人。虎爹的气势一下就弱了。丹顶鹤老师看着他，你家丫头该有吗？我扯着虎爹的皮袄子，虎爹你说话呀。虎爹跪了，非常没出息的屈服了。我鼻子一皱，指着丹顶鹤老师，鹤老师你别嚣张，跪了一个虎爹。我还有狼叔、狐姨、师姑、相伯。虎爹把我提溜起来，别说了。虎爹带你钓鱼去。在我百般折腾下，虎爹说道，图图，你和别的妖怪不一样，妖怪也分肉食和草食，你就是草食妖怪，不能吃肉。我愣在原地，豆大的泪珠滚下，呜呜。我虎图图果然不是虎爹亲生的，虎爹都能吃肉，为什么我不能吃？他一下慌了，把咬钩的鱼竿都扔了，抱我入怀，图图别哭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龙生九子各不同的故事。我信了。又一年，我送胡三姐姐出嫁，被外地妖怪围住，他们非说我是人，一定要吃我。赶来的虎爹把手搭在他们脖子上，在我看不到的地方露出危险的笑容。你们说人长什么样来着？我胡图图是棒棒山有名的教父，因为我体格弱，所以经常被欺负，他们管这叫弱肉强食。那我叫我爹来也是合情合理。虎爹站在我身后，威严霸气。你们几个以后不许再惹我家丫头。几个小妖怪点头称是。等虎爹走了，他们说叫爹算什么本事？我叉着腰，你们也可以叫呀。我虎爹说了，方圆百里他的拳头最大，让我尽管叫，有不服的他来收拾。小妖怪们哑口无言。走走走，别跟他玩了，他根本玩不起。我看着转身的师弟，你也要走？他犹豫片刻，图图姐你就放我走吧。我坐在石头上，哼了一声，不讲义气，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师弟嘟囔着，听说没抱稳，还把我摔了。我面色一窘，那时候他满月，我2岁，我非要去抱他，抱了2步路才发现这是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，扑通一下摔了个大马趴。师弟说道，我娘说了，我运气好，在把不住尿的年纪把住了自己的命。图图姐，你换个妖怪折腾吧，小的不跟我玩，我就去找大的。胡一家的胡三姐姐比我大10岁，已然是一个毛发柔顺的美妖，每次见面都要请我吃可口的食物。她看见我，笑意盈盈，图图怎么来了？我坐在洞口的石墩上，向她抱怨道，小妖怪们都不跟我玩，他们孤立我。胡三姐姐拿来一盘果子，来，抓到兜里吃。我把果子往我的小口袋一放，兜得满满当当。她问，现在好受些了吗？我点点头，要好些了。胡三姐姐拍拍我的脑袋，图图，小妖怪的世界是很单纯的，就像你一样，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，一眼就知道。你如果想要看到笑脸，就必须从对方的角度考虑。这个过程中，你会失去一部分自我，也会得到一些新的东西。我若有所思。胡三姐姐笑笑，想不明白就慢慢想，千万不要急着去成长。回到森林，虎爹和狼叔正在聊天，笑声3里之外都能听到。我看到他们把兜里的果子拿出来，虎爹、狼叔，你们要吃果子吗？狼叔笑道，图图你吃吧，狼叔不吃。虎爹看着我，那几个崽子没在欺负你吧？我摇摇头。狼叔眯了眯眼，有妖怪欺负图图。我隐约感受到一股杀气。虎爹笑道，孩子们打打闹闹很正常。狼叔看向我，图图，以后再有这种事叫你狼叔，我非把他们收拾得服服帖帖不可。我算了算，狼叔，你家离那么远，赶得上吗？狼叔失笑，小丫头算得还挺精，这下我不担心了，这丫头聪明，吃不了亏。虎爹哈哈大笑，你也不看看是谁的崽。狼叔对我说道，有空去大草原玩玩，你狼哥还盼着你去呢。我看向虎爹，虎爹想了想，入学前我带他去一次吧。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有一群草原狼，狼叔就是他们的狼王，而狼恶哥哥就是下一代狼王预备役，他身上比起上次又添了一些新伤。狼恶哥哥冲我招手，图图妹妹，这里。虎爹看着我，去吧，我去跟你狼叔聊天。我跑向狼恶哥哥，他笑笑，慢点，别摔了。到了近前，狼恶哥哥看着我，不错嘛，又长个了。我憨憨的笑笑，最近吃得多。他说道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就得多吃。走吧，我带你去逛逛。狼恶哥哥比我大3岁，已然是一副小大人模样。我指指他身上的伤，哥，你这里不疼吗？他笑笑，怎么可能不疼，但疼也得忍着。要想成为狼王，就必须一次次地接受挑战。我把随身的小布包拿出来，图图这里有药，哥你敷一下。虎爹怕我摔了，
磕了碰了，为我准备了很多草药。狼恶哥哥一愣，旋即笑道：“那图图妹妹给我敷吧。”我把药瓶子打开，哥你别怕疼，疼一下就好了。他说道：“能有多疼？我挺得住。”我把药水倒上去，一声嗷呜，九曲回肠。狼恶哥哥表情扭曲：“妹妹别用刑，我全招。”我不解地看着他：“哥你要招什么呀？”他说道：“我什么都招，妹妹不要再给我上药了，上到一半不能停，伤口会烂掉。”我把包里的燕回草扯碎，敷在他伤口上：“哥别怕，图图给你吹2下就不疼了。”呼呼，我看着他：“哥，有效果吗？”“不行，我再吹2口。”狼恶哥哥眼中含笑：“先擦擦你的口水吧。”我不好意思地擦了擦，嘿嘿，他也被我逗笑了，咯咯咯的笑。笑过之后，他问道：“我最近收集了一些好玩的东西，妹妹要不要看？”我点点头，要。他带我来到他的秘密基地，东西琳琅满目，过往的妖怪行商都会向我跌进线，我每次都会挑几个新鲜的。妹妹看中什么就直接拿，哥送给你。我看向一颗乌漆麻黑的石头，哥，这个是什么？他说道：“这个是流影石，泡水之后会出现海市蜃楼一样的东西。”我指着另一个，这个呢？他走过来，这个叫浮空竹，点燃之后会飞起来。我把没见过的东西全都问了一遍。哥，这个呢？他看了2眼，这个是我在冰山捡的化石蛋。我爹说里面是冰雪纪元的大家伙。我蹲在他面前戳了戳，那岂不是和项伯一样大？项伯是从冰雪纪元存活下来的大妖，还教过我俯卧撑的正确做法。狼恶哥哥点点头，有这种可能。妹妹有没有想好要什么？我站起来看了看，我想要那些大蝌蚪。狼恶哥哥说这是草原深湖里面的蝌蚪，永远不会变成青蛙。他点点头，好，我找别的妖怪给你送到棒棒山。3日后，这些蝌蚪总算送到了。我把它们放在虎爹给我挖的小池塘里。这个小池塘很浅，每次我长高一点，虎爹就挖深一点。现在蝌蚪和鱼游在一起，笨笨的乌龟一动不动。我拿着没有钩的小钓竿，像虎爹一样坐在干草堆上。虎爹，你说我能钓到多少鱼？小池塘的不远处是一片大湖，虎爹在那里钓大鱼，我在这边钓小鱼。他说道：“肯定能钓起很多很多。”然而一整天只有笨蛋乌龟上钩了。我看着虎爹空空的桶，虎爹，你钓的鱼呢？虎爹打了个饱嗝，已经放生了。入学的日子很快到了，成片的小妖怪背着包袱来到邪月洞。我被分到了丹顶鹤老师的授课班，他特意看我一眼，这里如果有别的妖怪欺负你，记得来找我。我很沮丧，贺老师居然一眼就看出了我是软柿子，惹到我，他们算是惹到棉花了。005妖怪堆里的人丫头 BJK 22洞。贺老师站在高处，今天是第1天，不讲复杂的东西，我来讲一讲如今的形势。他在石壁上写字。如今6界之中，你们认为谁最强？小妖怪们叽叽喳喳。当然是咱们妖界，应该是神界、魔界、冥界、仙界。贺老师问道：为什么没有妖怪说人界？我举手道：因为人界经常被入侵。贺老师又问：人界被入侵是因为他弱吗？如果他弱，为什么千百年来人界依旧存在？小妖怪们不说话了。贺老师在石壁上画上几个圈，6界之中，人界居中。无论是什么妖鬼想要扩张，人界是必经之路。人界能守住，恰恰说明他的强大。我问道：强大为什么还会被入侵呢？贺老师说道：这又涉及一个可利用资源的问题。大家觉得妖界的资源丰不丰富？小鹿说道：很丰富。贺老师点点头，但这些资源跟人界相比很少。人界的位置便注定了它是贸易的中心地，它足不出户就可以在6界的资源交换中赚得盆满钵满。但这个形势很快就要改变了。狡猾的仙神对人界开展了文化入侵，如今人界大量修建他们的庙宇，若干年后他们兵不血刃就可以拿下人界。小豹子问道：老师，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贺老师看向我们：你们是妖界100年后的中流砥柱，要把视野放宽，为妖界奋起而学习。在这个当口，我举起手：老师，我饿了。今日过后，我胡图图除了教父之外，又喜提外号饿了吗？在邪月洞待了1个月，贺老师看我一眼：明天的课你不用来。我打听了一下，整个班只有我不用来。贺老师怎么能这样呢？这不公平。于是第2天，我混在妖怪堆里来了。今天我们来讲人的19种吃法。刚听了一点点，我就饿了。我站出来：老师，我想吃。他瞪我一眼：死馋丫头，不是叫你今天别来吗？这课不许你听。他把我推出去，无情地关上门。我找到虎爹，虎爹，贺老师不让我听课。虎爹顺手打翻一只猛兽，问道：是不是你调皮了？我说道：我什么都没做，贺老师他偏心，所有小妖怪里只有我被赶出来了。虎爹一脚把猛兽踹开，岂有此理，居然敢欺负我家图图。走，坐到虎爹背上，虎爹去找他麻烦。虎爹奔跑之中，耳边的大风呼啸而过，
我把脑袋埋下去。不一会儿的时间，血月洞就到了。虎爹带着大金链子一脚蹬开山洞门，姓贺的别要有的，我家丫头必须有。贺老师一副没睡醒的样子，慢悠悠地走出来，瞥我2眼，说道：“虎山君为何有闲情雅致登门啊？”虎爹说道：“少装蒜，我学费也交够了，凭啥把我家丫头赶出来？”我叉着腰，就是，凭什么不让我学吃人？虎爹点点头，对，凭什么不让？学什么？我看着虎爹，学吃人。虎爹的气势莫名就弱了。丹顶鹤老师看着他，不咸不淡地说道：“你家丫头该有吗？”我扯着虎爹的皮袄子，虎爹你说话呀！虎爹跪了，非常没出息地屈服了，对不起，是我草率了。我鼻子一皱，指着丹顶鹤老师说道：“贺老师，你别嚣张，跪了一个虎爹。我还有狼叔、狐姨、师姑、相伯。”虎爹把我提溜起来，别说了。虎爹带你钓鱼去。我问道：“虎爹，你为啥要给他道歉啊？”在我百般折腾下，虎爹说道：“图图，你和别的妖怪不一样，妖怪也分肉食和草食，你就是草食妖怪，不能吃肉。”我愣在原地，豆大的泪珠滚下，呜呜。我虎图图果然不是虎爹亲生的，虎爹都能吃肉，为什么我不能吃？他一下慌了，把咬钩的鱼竿都扔了，抱我入怀。图图别哭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，龙生九子各不同的故事。我信了，不再哭泣，趴在虎爹的怀里睡着了。4岁像鱼竿一样找不到了，一睁眼我就5岁了。5岁这一年的春天，胡三姐姐要出嫁了，青丘各处都是张灯结彩，胡姨给胡三姐姐选了一大堆衣服。我看着美丽的胡三姐姐，问道：“姐姐要嫁去哪儿啊？”她说道：“嫁到玉虚去。”我又问：“玉虚在哪里呀？”她答道：“在青丘往北。青丘的北方有一片沼泽地，我在那里认了一个蛇干娘。”我想了想，沼泽还要往北吗？胡三姐姐点点头，往北还要走很久呢。我抱着她，图图舍不得你。她笑了笑，我会回来看你的。图图，这次我出嫁，你来给我当小花童吧。我迟疑道：“图图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。”胡三姐姐把好吃的肉干递给我，图图不想去走走吗？我看着肉干摇摇头，三姐姐，图图不能吃肉。当小花童这事，我要回去问问虎爹。当小花童？虎爹听后想了想，想去就去吧。我问道：“真的吗？”虎爹点点头，出去走走也好。你胡姨这次要去吗？我说道：“胡姨似乎要先去玉虚。”虎爹想了想，也对，得事先去招呼着。你胡三姐姐结婚，我也得备份贺礼。到时候你和你姐姐的车队先走，我后面来撵你们。我点点头，好。2日后，车队从青丘出发了，上面载着大批大批的嫁妆，敲锣的、打鼓的，一路上是没停过。青丘嫁女儿向来是这样，排场大，礼给的也足，路上不管是什么妖怪，都能得一份小礼物，沾沾喜气。路过沼泽，我跳下车去拜访干娘。胡三姐姐问道：“图图，要不要停下等你？”我摆摆手，姐姐先走，我让干娘送我。队伍吹锣打鼓声越来越远，我来到沼泽的深处。干娘，图图来看你了。一丝冰凉透过颈肩，舌头从旁边伸出来，就你一个？我说道：“虎爹给胡三姐姐备礼物去了，没跟着我。”蛇干娘从我身上下来，我知道她不在，只是没想到青丘那个丫头从我这里过，居然不给我请柬。我从小包袱里拿出请柬，胡三姐姐知道干娘不喜欢热闹，托我带给您。蛇干娘点点头，这还差不多。我跟她娘虽然不对付，但你们这些小辈我还是喜欢的。我又从包包里翻了翻，拿出一个袋子，干娘，这是我给你带的礼物。蛇干娘瞅了瞅，里面装的什么？我说道：“里面装的都是各种植物的种子，我一点点收集的。干娘不是最喜欢种植物吗？”她愣了愣，你这丫头倒是比你爹可爱得多。走吧，跟我到院里坐坐，喝杯茶再走。我点点头，跟着她进去。当初你爹和我不认识的时候，他来我院子里偷了一株千年红参，就为了治你一个风寒感冒。他走得急，把我院子里好多植物都踩死了。我好歹也是以速度闻名的大妖，怎么能放过他？不到1个时辰，我就追上了他，与他大战3天3夜。这莽汉子厉害呀，既抗揍又能打，我耗不过他，惜败。可你爹厉害归厉害，脑袋里缺根筋，他老是给你喂这些大补之物，差点给你喂死了。要不是遇见我，你这丫头当时就没了。我听后说道：“虎爹说了，要我记得干娘的好。”蛇干娘笑笑，你这丫头懂事，干娘对你也无所求，平平安安的长大，就是干娘想看到的。她从竹屋里拿出几瓶药，这里有几瓶毒药，你随身带着。若是有哪些个不长眼的，用这瓶白色的，保管它化为脓水；若是有当面不太好用毒的，背地里用这瓶蓝色，无色无味，一闻就死。蛇干娘一一介绍完，车队还没走远，我送你去。我问道：“干娘不去玉虚吗？”她笑笑，都说了，我跟她娘不对付，去了怕是要打起来。蛇干娘化作巨蟒到我身上来，她一路疾行，很快就到了车队前面。去吧，小丫头，改天再来看干娘。
车队来后，我爬上车，胡三姐姐遥遥冲蛇干娘作揖，只见蟒蛇又化作小蛇，飞速地走了。胡三姐姐说道：“这一位长辈应该是不会来了。”我点点头，干娘说了，她不去玉虚，但她说对我们这些小辈还是喜欢的。胡三姐姐说道：“长辈们有长辈们的想法，我们做好自己就够了。”过了沼泽，就是一片花海，大大小小的蝴蝶翩翩起舞，蜜蜂们提着一大桶蜜赶来。大马蜂说道：“这是花海葵家给胡三小姐的贺礼。”胡三姐姐对郊外的管事说道：“收下吧。”管事哎了一声，把礼物记在名录上。我爬出去，闻了闻香甜的蜂蜜，悄悄地回到轿中。三姐姐，我能不能尝一点？胡三姐姐轻笑，对外面说：“取一些蜂蜜到轿中来。”我把随身的大勺子拿出来，舀了一勺。胡三姐姐问道：“怎样？”我眉头一皱，有点腻，不过泡水应该好喝。我把勺子放到水杯里面晃了晃，黄色的蜂蜜一点点溶解。我就看着它溶解，我倒要看看它能溶到什么时候。突然间，车队停了。胡三姐姐撩开窗帘，怎么回事？管事的走过来：“三小姐，前方的山岭封路了。”我去打听了，据说是某位大妖的法宝被盗，他们正在前方搜捕偷盗者。我探出头，前方妖气冲天，乌云密布。胡三姐姐问道：“若从别处绕路，需要多久？”管事回道：“这是最近的一条路，若是绕路，恐怕赶不上婚期。”胡三姐姐眉头一蹙，借道是否可行？管家苦笑道：“我报了，他们说不知道什么青丘胡家。”胡三姐姐叹了一口气，看来只能传信过去，延后婚期了。我站在车前，眯着眼看了看，是英哥哥哎。管事问道：“胡小姐认识？”我点点头，是我哥。不同于其他亲戚，这位的关系与我还要近一些，他是虎爹认的干儿子，只是前年过后就没见过了。管事说道：“那麻烦虎小姐去说说情，看能不能让车队通过一下。”胡三姐姐走出轿子，胡闹，让图图去说，若是有危险该怎么办？管事道：“可如今也没有其他方法了。”我跳下车，没事的，我哥不会伤我。我去找他说说。管事的跟在我身后，守卫的小妖声落红钟，来者止步。我说道：“天上飞的那个是我哥，麻烦你叫他下来一下，就说胡图图找他。”管事说道：“这位是虎山君的女儿，劳烦通传一下。”小妖们互看一眼，等着。不一会儿，鹰哥哥从天上疾飞而下。图图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咱爹呢？我说道：“虎爹为胡三姐姐准备礼物去了，我和胡三姐姐的车队一起去玉虚，哥你能不能放行一下？”他想了想，若是平时我也就放你们过去了，但现在过去恐怕会惹上麻烦。这一次是青鸾公主丢了宝贝，整个非裔妖国都乱套了。管事惊道：“原来是圣鸟青鸾，那确实不好办了。”鹰哥哥给我使个眼神，你看吧，这就有懂行的。除非咱爹亲自来，否则我不可能让你们过去。哥现在在他们手下做事，图图理解一下哥的难处。这样啊，我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哥你飞得高，帮我看看周边有没有我们家的其他亲戚。”虎爹说了，在家靠父，出门靠亲。图图，别看虎爹平时独来独往，其实外面亲戚多着呢。鹰哥哥说道：“离这里近的只有天柱山那位了，你不会想要为这事把他老人家请出来吧？”我看着他，哥，你说呢？天柱山的相伯是最大的长辈，论起年龄，他是虎爹的超级加倍；论起实力，他是为数不多比虎爹强的。鹰哥哥载着我来到天柱山，咱俩来这儿不会被他老人家打一顿吧？我说道：“没事的，哥，要打也是打你，相伯不会打我的。”鹰哥哥说道：“那还不如一起挨打呢，好歹有个伴儿。”谈笑间，天柱山的顶峰已经近在眼前，这里终年积雪还没落地，我俩的身上已经盖满白霜。我一眼就看到相伯在冰窖里睡着呢。我跑过去：“相伯，相伯！”鹰哥哥羽毛倒数：“图图，你可别吵。”相伯睁开眼，冰山为之一震。谁？我站在他眼睛前，是我呀，相伯。他眼睛动了动，似乎是在唤醒沉睡的记忆，是虎丫头啊，一段时间没见，差点认不出了。相伯活动着庞大的身躯，从冰窖走出来：“就你自己？”我指了指，还有我哥。鹰哥哥讪讪一笑：“相伯好。”他微微点头，问道：“你们来这里有什么事吗？伯伯这里可没有糖吃。”我说道：“相伯，我想让你帮个忙。”我把事情具体说了说。他甩甩长鼻：“小事情，相伯陪你们走一趟吧。无名山岭，大片的妖云盖在这里。”小妖们讨论着，这小偷藏的是真好，找了快半个月了，还没找到。谁说不是呢？话说那车队还在外面等着。还在呢，有得他们等。话音未落，天上的云都被震散了，紧接着就传来放行的指令。细一打听才知道，天柱山那位竟然来了。相伯打了个哈欠：“虎丫头，事情也办了，我就回去了。”我上去抱住他大腿：“相伯，改天见。”他哈哈大笑：“你这丫头还是个小不点啊，腿都抱不全。”我嘿嘿一笑：“等我长大了再来抱相伯。”
他点点头，笑道：好好好，见到你爹记得跟他说一声，别老想着在天柱山挖温泉。我说道：我会给他说的。等向伯走后，殷哥哥才敢开口：你这丫头怎么这么招亲戚稀罕呢？我看着他，哥，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问题？车队再一次出发了，穿过山岭，余下的路再无阻碍，一路吹吹打打，终于来到了玉虚。玉虚以龙族为首，但胡三姐姐要嫁的妖怪却不是龙族，只是一头不起眼的青牛。她说能嫁给所爱的妖怪才是幸福。车队到地方后，我就出门逛了逛，谁料身后跟着的妖怪越来越多，他们围着我，一个人类也敢进玉虚，胆子是真的大。我茫然的想要从他们中间穿过去，又被推了回来，还想跑。我终于醒悟过来，你们说的人是我。他们笑笑，还在装，哪怕你有伪造之术，也瞒不过我们这位狗兄的鼻子。狗妖说道：没错，人的味道我无论如何都忘不掉。他们说道：今天就要把你吃掉，来展示我玉虚妖威。我摇摇头，你们认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我是老虎。他们哈哈大笑，我们能不知道老虎长啥样吗？虎爹拍拍他们的肩膀，你们说老虎长啥样？他们看着虎爹，老虎就长你这样。虎爹散发出蓬勃的妖力，在我看不到的地方露出危险的笑容。那你们说人长什么样来着？我走上前，虎爹，他们非要说我是人，还要吃我。他们哆嗦着咽了一口唾沫。狗妖吐出舌头排冷汗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这鼻子突然就闻不见味儿了。刚才一定是失灵了。他看向其他妖怪，几位觉得呢？几个妖怪纷纷点头，带着颤音说道：我们就说这不是人吧，你非说是。多可爱一个小老虎啊！我站在虎爹旁边。虎爹再次问道：你们还没说呢，人长什么样来着？他们扑通一声跪下：虎大王，饶了我们吧，我们这辈子就没见过人，刚才我们都是湖州的。虎爹像拍西瓜一样拍他们的脑袋，没见过人还敢乱说话，是真不怕死啊！狗妖冲我磕头：都是我的错，求胡小妹原谅。虎爹看向我：图图，你觉得呢？我想了想，胡三姐姐那边打杂还缺妖怪，把他们抓去当苦力吧。虎爹说道：我女儿说的话都听到了吧？他们连连叩首，谢虎大王，虎妹妹不杀之恩。我把白色瓶子放回小口袋，要不是虎爹来了，他们就真的活不了了。胡三姐姐的婚礼在半月后顺利举行，来访的宾客络绎不绝。我作为花童，给他们献上代表爱情的勇士花。勇士花不会轮回转世，从生到死只开一株。我走出中心位置，来到虎爹身边。胡三姐姐笑得好开心呀。虎爹说道：那是因为她嫁给了想嫁的妖。图图，虎爹同样保证你的婚姻也会是自由的，你想嫁给谁就嫁给谁，哪怕是个穷小子也无所谓。我说道：图图不想嫁人，图图一辈子陪着虎爹。他哈哈大笑：好，图图不嫁也行，虎爹一辈子养着你。你是妖界的大妖，威震四海的虎山君。今天的你决定到人间打打牙祭，你一共吃掉了82人，他们都是土匪。你并不是为了所谓的惩恶扬善，只是单纯选了进了一个。谁叫山下的村子已经被土匪屠尽了呢？你走过空村的时候，他们会后悔吧？不管如何，这寨子总算空了。你吃饱了喜欢打盹，趴在地上就睡着了，可一阵哇哇声却吵醒了你。你定睛一看，是一个私生子，他在往外钻。你不爱吃尸体，只对活物感兴趣。你划开妇人的肚皮，帮着捡了脐带，但你还不饿。不知道哪里的声音说：带在身边吧，当个干粮。好啊，正合你心意。你自此便多了一个随身口粮，直到他叫你虎爹那一天，你这才发现养着养着，口粮竟然成了宠物。你不敢承认，这丫头已经成了你的闺女。蠢笨软糯的丫头会趴在你怀里，她谁都不相信，她只相信你。她立志要成为大妖怪，在你年迈的时候照顾你。她会像小青虫一样蠕动，然后问你她做的俯卧撑包不包准。可笑吧？话都说不明白。可她又是跟谁学的呢？你终于明白，她好像是你的一部分。你还是觉得不对劲，不明白是哪一步出了岔子。你狐疑地看着这丫头。天气很冷，她往你怀里钻了钻。虎爹，明早要叫我哦。春寒风冷，你扒了毛熊的皮，给小丫头做了一件假虎衣。你没有这本事，是从人间找的制衣人。他还特意照着你做了一对虎耳朵，丫头穿起来特像一只假老虎，戏台子上的那种。他却满意的不得了，嗷呜嗷呜的叫，四处撒了野地跑。你瞅着也高兴，就放了制衣人一条生路。吃人对你来说不是必需品。他一路跑到水边，看了又看，终于确定自己有几分像你，又风风火火地跑回来，蹦跶着，让你仔细地看看他。圆脸大眼睛，说他像谁都可以，唯独和你没关系。可他等着你说那话呢。你犹豫片刻，终究没忍住，还是说了出来。图图和虎爹长得真像。他一下高兴了，比吃了蜂蜜还开心。你也乐，这傻丫头怎么这么好骗？他就是这么相信你呀，想要靠近你，想要昼夜都黏着你。可你一旦不把他当人看，心中就生出很多担忧。
他这小体格绝对是软柿子中的软柿子，别说妖怪了，稍微大点的野兽他都打不过。要是离了你的身边，该咋办？你开始在想，人都是这么脆弱的玩意儿，是怎么活到今天成为一界之主的？于是你偷摸的又去了一趟人界，怕孩子半夜出事，半道又回来了。他趴着，像一个大字，还好安稳着呢。你松了一口气的同时，也感叹自己着了魔。你虎山君的地盘，也不是哪个妖怪都敢来的，何必如此紧张？你趴在山洞口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何时睡的。可是忽然间，你发现有什么东西朝自己拱了拱，一睁眼，小丫头像梦游一样靠着你趴下了，一坨小小的丸子一样的东西，和长在你身上一样。你看看他，又闭上眼，默许了他的存在。图图，这个土了吧唧的孩子，在2岁这一年成了虎图图。你没有养孩子的经验，说实话，图图能长这么大，全靠运气。当然，3分天注定，7分靠火并。这些年，你虎山君可是没少干偷鸡摸狗的事，谁家有个天才地宝，全被你偷来喂孩子了。天知道你怎么想的，图图有个头疼脑热，你全拿好东西给他，真当神药包治百病。这要是个妖怪，至少都升了几级了。偏偏这个人娃娃虚不受补，差点被你喂死。追来的毒蛇阴气浓郁，你原本是偷，现在终于要改成抢了。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虎山君是也。妖怪的地位都是打出来的，你和毒蛇鏖战3天3夜，终于把他打服了。现在你说的话，在他耳里才有了3分道理，可他却反驳了你的道理。养孩子可不能这样养。他问你孩子现在何处，你把身上的袋鼠口袋摊开，小丫头正难受呢。毒蛇懵了，你一个老虎怎么生出了人？你一句别管，憋住了他的八卦之心，能提建议就提，不能提就滚。以前的你肯定会说这样的话，可如今你却斟酌了一下，向他讨教方法。毒蛇吐了吐信子，他这个只是小毛病，到我园子里我给你配些草药。你之前才从他园子里拔了一根珍贵的千年红参，走得急还踩乱了地上的药草，其中有一味药正好被你踩成了渣子。你不清楚是不是毒蛇心怀不满，故意恶心你，于情于理你都不好发作，只好问何处能寻此药。他说这药冬天的时候到处都是，一到春天反而难找，最后推荐了一个地方，西莫草原。你想了想，总觉得有些耳熟，想了很久才想起来，你被那里的狼群打过，前狼假寐，盖以诱敌，你被他们收拾得不轻。虎山君若是怕了可以不去，人宅子嘛，死了也无所谓的。你急了，怒骂一句，胡说八道，天下之大，难道有我虎山君不能去的地方？你来到了西莫草原，这里的草像沙子一样绵密，一望无际，似流水而动。要找到他说的草药，你得有个好眼神。你找了又找，直到图图咳嗽了2声。虎爹，图图是不是要死了？你打进狼群，打了个遍体鳞伤，希望他们能帮你找到那一株草药。狼王看到你怀中的孩子，忽然喝退了狼群，他有些欣赏你了。他觉得你们不该成为敌人，应该成为朋友。在他们的帮助下，草药轻松找到，胡图图活下来了。你看着他，这孩子怎么又睡了？他在梦中呓语，虎爹，图图以后要让你过好日子。